目前多滑的，危险，拍了，太危险，太危险了！哎，韩国狂人不讲武德，当着杨建平和裁判的面使用违规打法，用力过度，直接将中国选手手臂掰骨折。就连杨建平上台说理，韩国狂人都不给面子，不仅推搡中华虎杨建平，还当场给杨建平下发了挑战书。杨建平当即就接受了韩国狂人金立硕的挑战，是要让金立硕感受一下手臂被掰断的滋味。谈起杨建平，相信大家应该都不是很陌生，从一个爱打闹的小孩蜕变成了一个 MMA 实力悍将，通常会以最快的方法来降服或者 KO 对手。不管是日本选手还是来华挑战的凶悍老外，统统都会被中华虎杨建平的地面招数所制服。至此为中国搏击挣到了不少的光，从54公斤级就开始征战擂台，一直打到了67公斤级，期间获得了无数个冠军头衔和数条金腰带。杨建平的师弟闫锡波的手臂被韩国狂人使用违规打法给掰断，上台说理的杨建平不仅被推搡，还被挑衅了一番。杨建平是要把嚣张跋扈的韩国泡菜打回属于他的泡菜缸里去，怎么也要给在医院的闫锡波一个交代。话就不多说了，请长按3秒点赞。比赛开始，金立硕率先虎视眈眈地盯着杨建平一举一动，奈何杨建平的腿法非常了得，几记式大力沉的地扫踢差点将金立硕的重心给打乱。杨建平这一现象也彻底的激怒了金立硕，被激怒的金立硕开始对杨建平展开一系列的反击，一个地扫而加后手重拳，好的，一上来就非常的这个激烈。对，在不停歇换拳中，杨建平找到了一个机会，拿到金立硕的单腿就将金立硕放倒在了地上，被压制的金立硕还在做着限制动作和挣扎。反观拿到其胜位杨建平暂时没有做什么动作。从这个局势上来看，金立硕的地面缠斗确实很强，身处劣势位依旧可以轻松拿捏杨建平，奈何杨建平可以中华的一头猛虎，岂能被一个泡菜这么轻易的压制住？这个金立硕锁住杨建平的一条胳膊，使他这个无法采用其他动作，所以现在还没有好的机会。哦，当心三角手，当心三角手，当心小心他的三角手。对，已经有点成型了，他可以做一些虾形，转一个角度就会三角脚就会成型了。那杨建平呢，尝试站起来，这时候相当的凶险。担心三角手，哎，三角脚小心要当心，不要让他扣住。哎呦，进来了，差一点。那这个在下位的金立硕只要做一些虾形，把角度做一个变换，就有可能锁到这个杨建平的颈部。现在有一点锁到颈部了，目前在尝试换角度，杨建平赶快脱身，解脱了，解脱了。杨建平被金立硕的小动作彻底给惹怒了，直接就将金立硕抬了起来，重重的摔在地上。被摔蒙圈的金立硕躺在地上做着消极防守。从刚才的状况来看，金立硕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。反观杨建平也能够展现出惊人的爆发力，毕竟杨建平是摔跤出身，地面上的功夫还是比金立硕略高一筹的。他回到了这个原点，是这一场就漂亮多了。当然双方已经进行了一下力量的较量，双方对地面的情况有所了解。对，力技上也有发挥，在地板上呢也非常的激烈，相当精彩的比赛。好 ，overhand right， 这个杨建平的企图心相当的强烈。因为赛前我跟他讲，不能像上次 UFC 这样，太保守了。对，这次打的一下就是非常积极，要扫打。杨建平以前能够直接把对方扫飞掉。对，拳跟腿都已经够重了啊。那刚刚金立硕也在下位利用他的优势做一个尝试做一个三角脚。那我认为是杨建平可以继续利用他的力量，可能需要稍微调整一下。这个很漂亮的拳法，这个下勾拳加后者的重拳。好 ，take down， 在缠抱中，杨建平一记过肩摔，再次将金立硕带入地面。奈何金立硕的反应也非常的迅速，重新站立的金立硕再次移动步伐逼近杨建平内围。金立硕不仅抗揍，还特别的能挣扎，进攻欲望还特别强。反观杨建平，每一次进攻都是依靠金立硕的进攻来发起的进攻。在战力上，两位几乎是旗鼓相当，不相上下。除了在东方荣誉之外，他也到这个泰国很著名的一个 MMA 的一个拳馆泰格这边受训。Valentina 也在那边受训。但从这个
这个准备来说的话，就是金立硕他可能准备的东西比较少，因为金立硕对杨建平会非常熟悉。是，杨建平赛前还跑过来问我说，金立硕在之前的台湾的打法，我大概跟他讲了一些。好，这个不贴档，好。但是金立硕不太好，金立硕不慌不乱在下位做防守。那这个杨建平会不会配 scar 呢？会不会越位呢？有点尝试想越位啊。杨建平只要想将金立硕带入地面缠斗，金立硕不是耍无赖就是快速起身，坚决不和杨建平在地面有过多的纠缠。此时躺在地上赖皮的金立硕真的是厚脸皮，杨建平进攻也不行，站着不动也不行。此时的两位陷入了僵持之中。远吗？这也是比较难的事情。他不放弃啊，仍然尝试越位啊。Pascal 啊，看他用哪个方式来啊，进去了，又出来。Pascal 目前还没找到一个适当的机会。因为金立硕的双脚一直挥动。好，第一回合。好，第一回合杨建平打得不错。对。但是怎么拿下金立硕这样？对，双方互有往来。这样这个三角手有点危险。对，差一点，被他转出来了。包括还有一个胳膊在里头的。是的。还有杨建平力量太大了啊，直接把他抓起来再砸下去，这个护身倒法都很难做。砸了2次，但是呢，他用手防住了。对，不太好做。对，会有生命的危险。杨建平也展示了他的力量。对。好，第二回合开始了。杨建平虽然是古典摔跤出身，但是在战力上丝毫不怂韩国金立硕。不过金立硕可是跆拳道和空手道出身，在战力上的强势远远要大于杨建平。复仇心切的杨建平并没有因此感到畏惧，而是用站立式击打佯攻，用地面缠斗来对金立硕发起猛攻。一来一回，金立硕也看透了杨建平的心思，开始加强防范杨建平的抱摔和抱单腿的动作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又侧踹。第3个侧踹，那看起来这个杨建平是要用力技解决金立硕。力技呢打倒金立硕不容易，但是可能会影响对手。打倒了，这也水军。金立硕感觉有点累了，这个低扫蛮重的。前脚的腿法是金立硕的一个缺点，对，所以被抓了一个迎击。因为他前脚的踢击不具威胁性，所以杨建平可以再抓这一点。踢踏他实际上对腿没有太多的防守，是，不像有些人会接腿摔啊，或者说接着做动作。对他没有这个抬腿预踢啊，没有多一个接腿。对头的防守也不太好。对，其实站立的话，杨建平是可以站着发挥一下。但是总觉得不够过瘾。坚持2分钟没有进入地面的金立硕，防范意识变得略微有点松弛。杨建平眼疾手快，直接接腿将金立硕带入地面缠斗。处于其胜位的杨建平貌似没有占到什么太大的优势，反而处于劣势位的金立硕却频繁限制杨建平的手臂。频繁的小动作让杨建平的心态稍微有些崩溃，一直在做限制动作的金立硕根本就不给杨建平机会进攻，杨建平也只能对金立硕发起一些较为简易的砸拳，对金立硕几乎造不成什么太大的威胁。一直往上爬，开始击打，开始打平。然后站起来了，杨建平又想这个把金立硕抓起来摔，
他应该用这个上击打他，开始击打，哎呀，这个，哎，这个第一扫跟的相当快，但是金立硕的抱歉放得太快，非常准，但是这个好像一直没有找到机会，他这个封闭式防守还是挺好的，哎，挺好的，对，一下去就夹住了。那夹住之后，就是这个杨建平没办法轻易做到一个齐成位，这是一个中立的位置。好，又起身了，金立硕偷逃了好几次。这个杨建平这个一直没有找到这个机会，有点可惜。本来这个人他这个击打他应该挺有。对，就不要做降服了，直接打啊，因为你 take down 是可以的，那 take down 完就直接打。哦，这个做手法又再度被抓到了。好，这个打的杨建平也跟他做一个走法的对抗。第二回合剩下1分半。杨建平双方体能的考验比较大，是非常相当的精彩。回到战力上的金立硕就跟死后还魂一般，一直跟着杨建平后面伺机而动。处于主动进攻一方的金立硕无时无刻都在对杨建平做针对性动作，而且还在防范杨建平突如其来的抱摔。不得不说，金立硕确实对地面有点恐惧，但是杨建平想将金立硕带入地面并非易事。攻防兼备的金立硕就像是一个坦克猛压杨建平。这 overhand right 做太多次啊，那个金立硕已经有了防备。主要还是就是摔倒以后的话，他并没有这个很好的这种降服。对，摔倒那时候就是直接打了，就不要做降服了。对啊。这个到角落之后要注意，角落非常的滑，对，太滑了。对，被上勾拳击中。这时候金立硕在防止杨建平的膝撞，然后自己做膝撞。对。这时候可以拼膝撞，也可以拼走。哎，放过了。可以拼走。对，他膝撞他的时候可以在上面走步的。这一次因为这个杨建平的拳腿发挥的不错，所以他保持这个距离。哎，差一点。第二回合结束了，从杨建平的眼神中不难看出，这场比赛杨建平很吃力，很艰难。不管是在站立还是在地面上，金立硕都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家伙。奈何杨建平是身经百战的一位老将，还是能将金立硕控制在可控制范围之内的。2局赢都是赢的，但是的话呢，第3局这个是，如果在体能下降的时候，防守之上很有可能，这是要防守的。瞬息万变，这个 MMA 就是这样，一中招可能就来不及了。看金立硕从封闭型防守，应该是往下砸，把他踹出去。刚才实际上应该有机会了，应该是往下砸拳。对，这个 GMP 砸拳没错啊，他应该是比较快速，开始砸或者用手砸，这个就更。在金立硕还没把你抓起来之前，就赶快砸下去。对，而且你在砸的时候，他没有机会去说你了，因为他要注意防守。是，所以还是进攻是最好的防守。锁住之后就没办法砸了。对。加油，金立！当然了，其实可能体能略微有点下降，是，对，这个非常。第3回合开始了，身为战力高手的金立硕率先对杨建平发起进攻，如此凶猛的进攻攻势，杨建平只好选择锋芒毕露，暂时不和金立硕在战力上发起碰撞。不管怎么说，金立硕之前是跆拳道冠军，在腿法上的进攻确实非常凶悍。两位同时出腿，金立硕的出腿速度还是较为快一些的。但是在地面上，金立硕却没有杨建平灵活多变。对，可以，被踢出来了。金立硕实在防守非常好。在下位把你踢出来之后，又要出来，再来。我take down了点啊，这个好，好到侧位，哎呀，这个侧位上太会转了，这个金立硕在非常会转。就这个机会又没有抓住。没办法，那个太会转了，一转开了。好，这就是一般的一个防守的姿势啊，就是双手一个抱头，然后用脚来对付你，然后会做这个圆形的晃动。我觉得这个建平也不用太着急，其实恢复一下体力。
刚耍完无赖的金立硕重新回到战力，被激怒的杨建平已经不打算再和金立硕玩下去了。再次金立硕突发猛攻的时候肆意抱摔，成功将金立硕带入地面缠斗。此时两位的体能下降的非常的迅速，特别是在地面缠斗当中，金立硕的挣扎是最浪费体能的动作之一。反观杨建平身处压制位，体能消耗的并不是特别的多。撤过来，对，这是看看杨建平怎么发挥智慧啊！毕竟已经把他推到这么多次了，就爬不过去。你看，还是爬不过去，又被他踢开了。杨建平体力受这个影响，越踩越大，所以呢，做不出动作来。当然，对方体力也不行，可以打他。对，可以打杨建平可以抓住机会打他。好，现在2分多钟，真是打得难分难解啊！但是全金立硕采取主动。杨建平继续找机会，就撤出来。主要是要分配好体力。这是那个金立硕先关了，下蹲防止他摔。对，直接蹲。其实金立硕是要做膝撞才对，你一下潜我就膝撞。但在这个每次摔都被建平摔倒，所以他还是担心他。金立硕在战力上实在是太猖獗了，每时每刻都在给予杨建平战力上压制，忍不了的杨建平当即就对金立硕发起了抱摔。重心不稳的金立硕无力再防守杨建平的抱摔，只能任由杨建平在地面上做动作。不过金立硕的消极防守动作做的还是比较及时的，只要进入地面缠斗，金立硕就会施展消极防守。杨建平对此一点应对方法都没有。到屡次站起来。打拳也是可以的，建平的拳也比他好。剩下1分钟，把手拿起来，防止他击中头部。手要拿起来，防止击中头部。看起来还没找到降服的机会。因为金立硕的防守实在太黏了，你看抓了这么多次，他很快又爬起来了。好，又脱身了，又脱身了。这不知道第几次脱身了。建平现在这个不足以降服他的力量。对，他的金蝉脱壳的功力太高了。你怎么摔我怎么爬起来。然后这个击中，哎呀，被打到后脑。不要靠边，怎么被打到角落呢？还有最后20秒。好，最后20秒。杨建平有点体力不太够的样子。好，摔倒对方。这个是对的。金立硕是按住爬起来，头。还有最后20秒。杨建平没力了，能到最后一个动作。打个小心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！动作和对有动作，要有防守的动作，因为裁判不知道你有没有被打昏。两位的大战终于结束了。从比赛局势上不难看出，金立硕是主打站立拳法，杨弓实则腿法精准打击。反观杨建平是主打地面拳法，杨弓实则地面缠斗。在地面的杨建平就像是一只凶猛的大老虎，死死咬着对手的伤口不撒手。奈何金立硕是一个狡猾的狐狸，每一次抱摔都能被金立硕的诡计所挣脱。在擂台上的金立硕就像是日本的死士一般，不仅敢打敢拼，还敢和杨建平玩命。可想而知，韩国选手不仅会赖皮，还会耍无赖。泡菜就是泡菜，最终的归途终究是泡菜缸。
这场精彩的比赛现在有了结果。裁判宣布比赛结果，最终杨建平获得了比赛胜利，成功为师弟阎锡波复仇成功，也成功将金立硕的嚣张气焰全部打消。杨建平可是中国的中华虎，杨建平不仅有威望，实力这一块也是十分的雄厚。金立硕胆敢再来中国挑战，首先要问一下中华虎杨建平的拳头答不答应？大家喜欢杨建平这位选手吗？请在下方进行留言讨论。